去上的时候没办法以配偶的身份，但是我蛮庆幸是可以跑到台湾的。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遗憾，然后这个遗憾过了就是一辈子这样。他过世这1年来，你有在感情上有什么样的阻碍吗？在一起没多久之后，我开始像在陪一个人走后半辈子。他把你一生交给你了。后来就是有去验了，其实我没有到吓到，会预测到有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宁愿不用钱哦。跟刚刚感觉情绪不太一样。我自己的话，我是一开始跟我前任认识的时候喝酒认识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聊天。后来可能偶尔聊一下美食剧，就是我看的电影什么，感觉都蛮好的啦。可是他那时候其实3月份的时候，就刚认识，他已经疑似有摸到就是癌症的肿瘤。后来到5月1号那天去医院确诊，然后下午开刀。不是，没有那么快啦，确诊就开刀。然后下午就约我出去，那天我刚好课刚好结束，下午就结束，然后就跟他去山上走走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，记得我今天早上有去看我的报告，我癌症了，要做大手术，不能跟你在一起什么的，然后叫我快点。可是那才刚认识，没多久。可是我们的感觉都蛮好的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，就是会很辛苦。然后他得癌症，他想自己好面对什么的。我那时候就很天真，那时候19岁，然后说癌症没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医疗很好，没什么好怕的，没关系，我就陪着你。他说真的吗？他就很感动。然后后来就是陪他做治疗，然后我就在他住院的时候，我就去睡他家这样，因为我本来是睡家里，然后他住院的时候睡他家，然后就每天抱着他。我一开始不是开箱你家不是有那个阿波，然后我家的那个就是一只狗长条形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夹着它跟你一样睡觉，然后想着它这样子。然后后来他重大手术那一天，我在上课快哭出来，然后老师死不下课，我就快疯掉。我说老师你可以快点下课嘛，然后就跟他吵架，然后直接冲去医院找他。然后那时候看到他从手术房推出来的时候，那感觉真的是心情很百感交集，而且你又很想他，因为那时候算是热恋期。然后看到他就是躺在病床上都被推出来，然后我也不能太靠近什么。然后后来就是也陪他住院，不管假日不管是平日，下课就去找他，然后连假也都陪在医院陪他。然后最好笑的是，我还记得那时候病人不是什么都要吃清淡的，然后我们就去楼下 B1 不都有美食街嘛，我就买蛤蜊汤，我就跟他说我要清淡的，他说什么都不要嘛，我说对，什么都不要，他就没有加姜，没有加酒，什么都没加，然后就只有水跟蛤蜊，然后那个汤超稠，很像水沟的水。我就跟我前任就是一直在笑，就很荒谬。反正就陪他住院，然后我还经历过就是要帮他换尿布什么，就是都有。对啊，我的故事是这样子。跟我前任是也没有到这种卧床的程度，跟他的状况是他是2年内慢慢的走下坡，因为他长期在我的家。所以我是一天一天看着他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不好，直到事情真的要发生的他就突然去住院这样。对，住院之前的时候，其实那半年看得出来他的体型就是越来越瘦。对，就是你就看消20公斤，他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在吃。然后你又很希望他吃多一点吃饱，可是他就跟你说他吃不下了。对，前1年的时候帮他买饭，可能都是买这样的量，后半年这样的量他吃不下去。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啊。你还是要尽量多吃点手术后的那种样子，我是还没有跟到，因为我跟到的时候是他已经是结束了，他就是没有办法。他没有跟你说，是他妈妈透过他手机跟你说的。因为他有人不想跟我联络，因为他好像也知道说他要不行了。所以你有看到他心电图，然后就突然就是没有，我看到的时候是他两眼，一个是他在 ICU 的时候，他那时候还可以讲话，可是你已经看得出来他是在恍惚的状态。他就是有一点不确定自己在哪里，他只记得某些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来了，然后他不想让我看到他，他觉得我看到他这样很丢脸，然后他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，他就是会有一种悲从中来那种笑出来那种感觉的感觉。但因为在 ICU 他不能让家人待那么久，然后他是好像是真的是状态很不好，所以医生才特别同意说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他可能觉得说可能过不了今晚，他应该不行的。那我们离开之后，接着回去上班到一半的时候，电话就来，就说他真的不行，然后要不要去看他最后一面。我懂那种感觉，因为我那时候倒数2-3天，医生就已经预告跟你说，可能到礼拜6不行了。然后我连睡觉的时候都很怕他突然要我去找他，我就连睡觉都不太好睡了。像我是，他可能体谅我，他不想让我担心，所以他才刻意不联络我。他
妈妈也找不到我，她只有到最后真的是最后一刻。那一刻的时候才解开她的手机，才让我去看她。请问一下，你一开始不是住在一起吗？然后他越来越不好，你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有生病吗？我知道他生病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实际病的样是什么东西。哦，你就他跟我说说 A 有可能是 B 啊，但我不确定，但我只能听信说他是 A， 就是他就说反正他有去看医生啊，看心理医生啊，但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会试探想说，我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回诊，要不要陪你去，我带你去，他就不肯让我去，因为我也知道说他不可能让我知道的话，那就是相信他就好了。因为我太频繁去看前任了，就是在医院都陪着他，然后他妈妈很开心，就是我陪着他。结束他出院的时候，他回桃园住，他妈妈说欢迎在我们家看他，然后我也是太常去桃园看他，然后他妈就觉得有异状。可是他妈妈那时候知道他说不知道，他就觉得我很好而已，他说可能是同事什么。然后后来我就太常去桃园找他，而且我都会趁他妈出去的时候，我妈现在出门，然后现在就上去陪他这样。后来就是他妈不能接受，然后他也去上海工作，我也换发型。换了一个人，可能知道我是谁，但是就没有特别去拆穿我。然后后面去住院，然后后面丧礼什么都是，也谢谢他表妹帮助我，就是可以去帮忙抬棺，或是去医院的时候什么时间他妈妈不在，我去陪伴他这样。我的故事是怎样尬一点，然后也是跟你一样，去丧礼的时候没办法以配偶的身份，但是我蛮庆幸就是可以帮忙抬棺的。对啊，我算是跟全程我都是以家人的身份，但就是有点像是他的第3个弟弟，所以那些事情我都有做完，只是他唯一就是喊配偶的那个的时候是没有的。但是剩下的像家属要致谢的时候，我是可以站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还是蛮庆幸的，因为就是像他的忘记那张卡叫什么，给大家的可以挂名在上面。好感动哦！我知道那张，然后他就说什么谁，因为我好像我也不能在那边，因为那一张就是发给亲戚们的，还是蛮谢谢他妈可以让我挂上。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遗憾，然后这个遗憾过了就是一辈子这样。我懂，因为我前任她是有一个好姐妹，然后她就是也没有配偶嘛，好像是挂她的那个好闺蜜这样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在一起这样。虽然心会有点揪一下，但是就算了吧。就是人生没办法，因为就是传统就是这样。然后实际上的确是没有结婚啊。那时候我们都还不能结婚，事情我也是过了已经第3年了。以前是像你刚刚说的，你想要把它忘记。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，还趁自己能记得多少，尽量把它拍成影片留念下来。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是开始在消失，很怕忘记它，然后也很庆幸手机还有他的照片，然后我也非常感谢这个过程，这个经历。因为像我现在很多朋友说什么好难过，跟前任分手了，回忆什么的，然后想要把它忘记，我就会跟他们说，你们至少前任都还在，我们怎么办？你看得到的，我看不到。对啊，至少回忆美就好了，不要去想那些什么现在没有拥有他的。如果真的话，他像他们还有机会还可以约得到，说不定他们还可以重新复来。重新复来我就不好说了，就有机会嘛，毕竟人都在，我们只能跟回忆。对啊，所以到最后他过世的时候，他妈妈才跟你说他是 HIV。算是啊，就是3个比较致死的原因之一吧，一个可能是 HIV，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细菌感染。我听的当下其实我没有什么心情，因为妈妈讲的也没什么心情啊，我也听了也没什么心情，因为我们当时之后在想说他离开了。我觉得最该感到欣慰的就是他妈妈跟你讲这些事情。其实我跟他妈妈没有那么热络，但是他妈妈一直都蛮相信我的。像我就是不太好，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是他算唯一会出现的朋友了，那就应该真的是自由。对啊，所以他妈妈还是不知道你是他的另一半。他算隐隐约知道，只是我们没有讲，没有特别明讲。那你那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不知道他有 HIV 的？对。那你们如果在做的时候怎么办？戴套吗？也都没有。可是如果他没有吃药，然后又病情每况愈下，以疗法来说的话，你吃到那个细菌测不到的话，就是没有传染率，他就是没有定期的在吃药。对啊，那那时候状况怎么办？其实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这个情况。他妈妈跟我讲了之后，那你没有吓到，就当下去验什么的？后来就是有去验了，其实我没有到吓到，我有预测到有这件事情。所以他直到他过世之后，他都没跟你说
他为什么会得什么的，然后也不知道得多久。没有，因为根本没有空聊这个，因为是直到医生跟他妈妈讲，然后他妈妈再跟我讲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我才确定说他有这件事情。哦，谢谢你今天分享你的前面故事，还有你跟我们说了 U 的 U 的故事，就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经验，蛮好的访谈，因为身边没有朋友跟我分享这件事情。你都敢这样子讲？对，敢这样讲是一点，然后也不会分享，而且就像我刚刚很多人好奇的事情，就是如果 HIV 患者要吃什么药，因为我们通常观念是哦，鸡尾酒疗法要吃好多药，很大的药包什么的，然后现在是一颗药就解决了，然后就是健保给付，至少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去害怕这件事情，就是面对。谢谢我们的鹏鹏，拜拜。帮我方式给你们看，拜拜。不要偷喝水哦，你。偷喝你的水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很棒哎，今天收获很大，就是没有拍过这么有意义的一集。我就想说很乱，我一定会剪得好啊，你相信我。